在这个名为2026电视剧品质盛典的夜晚，红毯两旁的欢呼声几乎要盖过了雷鸣。肖战站在后台的阴影里，低头整理着西装的袖扣，他的指尖微微有些凉，那是属于夜晚的温度。而在红毯外那层层叠叠的人群中，林婉正撑着一把透明的雨伞，鞋尖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手里紧紧握着一台有些旧的长焦相机，那是10年前他在星光大赏第一次拿奖时，他省吃俭用买下的。镜头里的他比10年前更沉稳了，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不是沧桑，而是一种温润如玉的力量。战战，看这里。当他走上红毯，露出那个标志性的温暖如初的笑容时，林婉觉得胸口那种隐隐作痛的酸涩忽然被一种巨大的甜意包裹住了。那是他爱了整个青春的人啊。林婉记得10年前的自己还只是一个背着书包在课本缝隙里偷偷写下他名字的高中生。那时候的他也像现在这样努力，却总是带着一身伤。那时候他写过一封信，却从未寄出。如果你在发光，我就在光里陪你；如果你在黑暗中，我就做你的眼睛。后来，他真的成了巨星，成了那个在190多个国家闪耀的名字。而他，成了上海一家报社的小记者。他们之间隔着荧幕，隔着保镖，隔着千山万水，却又好像在每一次眼神交汇中分享过同一个灵魂。那种甜是看到他成功时的欣慰，那种痛是深知自己永远只是千万分之一的卑微。盛典进行到一半，有一个互动环节，主持人随机挑选了一位摄影记者上台互动。林婉被推上去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他站在他面前，距离不到1米。他身上那种淡淡的木质香调混合着雨水的清冷，让他几乎落泪。你好，他轻声开口，声音低沉磁性，像极了那个午后他在耳机里对粉丝说的话。林婉鼓起勇气抬头，看进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星辰，却在对视的一瞬间闪过一丝疑惑，随即化作了深邃的温柔。你的相机跟我的一样。他笑着指了指他手中的相机，那是很有故事的型号。那一刻，林婉叫的所有的等待都值得了。虽然他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看出了他的陪伴。这种被看见的甜，足以抵消掉过去数千个夜晚的孤独。盛典结束时，已是深夜2点，明星们的保姆车一辆接一辆地离去。林婉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逐渐冷清的会场。他想起了他在台上的获奖感言。他说，感谢每一个在风雨中撑伞的人，因为有你们，我才敢一直往前走。林婉微笑着流下泪来。他知道这句你们里有他，但也不仅仅只有他。这种感觉就像是喝了一口加了太多糖的苦咖啡，甜的让人心碎，苦的让人清醒。他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尘，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小声说了一句：肖战，明年见。在离开的保姆车上，肖战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助理递过来一个暖手宝，问道：战哥，刚才那个记者，你是不是觉得眼熟？肖战沉默了片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条，那是刚才互动环节他偷偷从那个女孩手中接过的。上面没有写联系方式，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万物生长，你是我的暖阳，请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他摩挲着纸条，嘴角勾起一抹苦涩而又温柔的弧度。
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爱是不求回报的。这种爱，比任何奖杯都沉重，也比任何灯光都耀眼。他闭上眼，在心里默默回应：我会的，你也是。